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治愈女神谭松韵，看似幸运加持15年，背后故事真心不简单。2021年刚开始，30岁的谭松韵迎来了新的高光时刻，她的新剧《锦心似玉》开播啦。这次她不仅跟钟汉良演了一段浪漫古装爱情，还跟着角色罗11娘一块经历了不少人生的起起落落。看到谭松韵又火起来，很多人说她的成功主要靠运气。她和赵丽颖一样，都有一张特别讨喜的娃娃脸。娱乐圈的女明星们都努力想保持少女感，可谭松韵靠自己的长相优势，即使到了30岁，也能轻松演高中生。二是她合作的男演员很厉害，要么是当红小生，要么是有实力派底子，个个都是男神。像吴磊、熊梓淇、刘昊然、宋威龙、张新成、许魏洲，再到这次的钟汉良，都是一线的男神级别人物。三是他来自北京电影学院，出道15年，似乎一直都挺顺，观众缘也不错。毕业第2年，和郑晓龙导演合作，碰到孙俪、陈建斌这些实力派演员。之后演了很多青春校园剧，被不少人心中认定为初恋女神，一部火一部。看到这些，很多人都觉得谭松韵真的是被幸运女神庇佑的女孩，但他们忘了，所谓的好运只是她实力的一部分。她那脸上总是挂着灿烂微笑，背后也有不少不为人知的烦恼和难过。今天就带大家走进谭松韵的生活，看看治愈女神背后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和她的过去。活力姐姐的童年史。谭松韵一生下来，似乎就注定要闯娱乐圈。小时候，她是邻居和长辈们心里出了名的漂亮娃娃，那张酷似洋娃娃的脸，总是吸引不少目光。谭松韵说，她小时候比现在还可爱。她二舅在开照相馆，满墙都是她小时候的照片。虽然长得乖巧又可爱，但性格偏大大咧咧，疯起来的时候像个假小子，所以她比别人调皮得多，也常挨妈妈的板子。她曾写过日记，说上学时把墨水洒身上，被妈妈看到了笑话她，说你以后要像个博士一样学习，将来一定很厉害。那时候妈妈的意思是调侃她，不是真的夸她。面对妈妈的指责，谭松韵有自己的小聪明。那会儿妈妈会监督她背课文，站在前面看的书认真的背，自己在后面偷偷瞄几句，磕磕绊绊背完，妈妈都很满意，她自己也觉得高兴。要是调皮得很厉害，妈妈还会拿针织毛衣的小棒去威胁她，结果看到妈妈真生气了，谭松韵就会哭喊太疼啦。双引号。后来妈妈笑着说，我都没真打你，你演效果怎么这么好啊？双引号。虽然妈妈严格，但感情很好。她说我妈其实雷声大雨点小，平时都是吓唬我，真舍不得打我。也许是父母的宠爱，让谭松韵一直都乐呵呵的，似乎没怎么为事情烦恼。11岁那年，她自己决定去学舞蹈，父母也很支持，送她到舞蹈学校。班里她是最小的，却是大家姐的存在。刚开学的时候，小姑娘都在哭着想家，她反倒很镇定，还跟大家说没事的，爸爸妈妈让我们学跳舞，等回家就能给他们表演，爸妈一定很开心。双引号。老师发现她活泼开朗，就让她当班长。结果这次打电话给父母，她兴奋地说我当班长啦。双引号。父母在那头既开心又心酸。多年后，谭松韵在采访里回忆，她那时候其实没察觉爸妈在家里担心她，他们既担心我练舞太累，又怕我管太多事，心里都揪着，但从来不跟我说，每次电话都叮嘱我注意身体，吃好穿暖。
双引号。想到小时候和舞蹈的日子，他自己都忍不住感动落泪。他说，是他们的支持让我变得自信勇敢。可以说，很多人长大后一直在努力治愈那段童年伤痕，但他用童年治愈了自己现在的生活，自己拼搏闯娱乐圈。2005年，15岁的谭松韵接到一个电话，是峨眉电影制片厂的陈蔚老师打来的。他说让他去演个小角色，试试当演员。那时还啥都不懂，连怎么演戏都不知道，但谭松韵很激动，答应了。他小时候看《还珠格格》，梦想能像小燕子一样红，所以听到要演戏，他特别开心。虽然只去了2天，但这次经历改变了他的人生方向。回家后，他告诉爸妈，他不要学舞跳了，想去北京电影学院，想当演员。爸妈没有阻拦，而是问你确定要放弃舞蹈吗？双引号。他点头，答我一定要像小燕子一样的演员。双引号。第一次考试没过，只能复读1年。那年家里经济有点紧张，妈妈说你只管学习，其他不用操心。双引号。这期间，爸妈拼命支持他，觉得只要他努力，一切都会变得更好。第2年，谭松韵终于考上北影，开启了演艺新篇章，比一般女演员顺利多了。她刚毕业就获得了一个重要角色《甄嬛传》里的纯儿。演这个角色，她不像其他妃子们那样心思复杂，她很单纯，不争宠，也不做坏事。拍戏期间，她的每次小困难，剧组的大家都很好照顾她。蒋欣见面就说以后小姨罩着你。双引号。导演郑晓龙还会过来安慰她不要太紧张，剧组的人都很疼她。这份善意真让她觉得像个大家庭。后来她陆续出演了《搜索富春山居图》《全民目击》等作品，配角虽然多，但都受到观众喜欢。直到2016年《最好的我们》火了，她演的耿耿一下子变成国民初恋。她接着又拍了很多青春少女剧，比如《狐狸的夏天》《浪花一朵朵》，凭借甜美的长相和调皮的个性，粉丝也多了很多。不过光环背后，她其实也经历不少的辛酸。有人说她的娃娃脸可爱，可她知道刚出道时，有人直说你这种长相要当大女主不太可能。双引号。还差点被换角的经历也有，就是那部红爆的《最好的我们》，差点被换成别的演员。有段时间，她每天在剧组忙到崩溃，吃饭、拍戏、赶通告，全都没有休息。有时候在杂志拍照时，忍不住嚎啕大哭。她说，这些倒不算大事，人生都会有这样的坎。但最大的问题是，自己一直演少女角色，开始担心我这样会不会卡死，没办法尝试不同的路。还好锦衣之下剧本找上门了。2019年12月28日，剧一播出就评分不错，谭松韵跟钟汉良的表现也很好，事业再次上了一个新台阶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的心里有个更大的伤痛。那年，他最爱的妈妈永远离开了他，人生的辉煌时刻也遇到最大苦难。2018年12月31日跨年夜，意外接到妈妈的病危通知，一场车祸让妈妈躺进了抢救室。那一刻，谭松韵的世界崩塌了。她守在妈妈床前，哭着说：“妈妈，只要你醒过来，我什么都愿意给。”双引号。可是她等了20天，妈妈还是走了。那年她29岁，在她生日当天，没有祝自己快乐，发了个动态，心里好像掉了个洞，感觉什么都没有了。双引号。大家都以为她会崩溃，但她说我会坚强的，只要自己开心，才对得起妈妈。双引号。但心底的那份悲伤一直没散去。她在节目里说，我最不喜欢哭了，但每次提到妈妈，我就忍不住哭。双引号。她总是笑得灿烂，
但眼里总藏着点忧伤。那时的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多梦到妈妈，希望家人都平平安安。他也知道这样的打击没人能替他承受，也还幸运遇到了真心的朋友和粉丝。更重要的是，他遇到了以家人之名里的李尖尖，一个阳光积极的角色。这个角色跟他挺像的，也帮他开始慢慢治愈自己。他说，每次情绪崩溃，就会想象自己是李尖尖，告诉自己你能挺过来的，继续加油。双引号。这部剧让他情绪得到释放，也带来了更多关注。之后，他还拿到金鹰奖的最受观众喜爱女演员提名，还赢得了第4届网影盛典的最佳女演员奖。这个时候，他已经30岁了，看着还是那张娃娃脸，但变得更加成熟懂事了。用微笑治愈自己，也温暖别人。妈妈离开后，谭松韵根据自己的经历写了一首歌叫《我在》。他想告诉关心他的人，他很好。他说，朋友们觉得他总是不说话，让他们担心，但其实他们都知道自己一直在，身边有人就已经很满足了。他希望自己可以成为能带给别人温暖的人。在向往的生活中，他依然笑着，告诉大家别为我难过，时间会治愈一切。双引号。在奇妙的小森林中，他和孩子们在一起，照顾得格外细心，成了孩子们心中最可爱的姐姐。现在他又演了新剧《锦心似玉》，跟钟汉良演情侣，饰演善良坚强的罗11娘。相信未来他会变得更坚强，更成熟。看到现在的他，你会发现这个看似幸运不断的女孩，更多的其实来自她的乐观和努力。祝福谭松韵一直开心，也希望那些正在拼搏的人们能早日走出阴影，变得更强大。愿你们都能在风雨后依旧保持少年心，让自己一直年轻，始终相信未来会更好。